让你折磨我，我这就让你尝尝心痛的滋味。虽然我打不过你，但我知道你心心念念的7曜神玉就藏在这里。摸够了没有啊？你这个顽劣的小妖，没个3年5载，怕是难以教化。你是人是妖啊？你怎么还能灵魂出窍呢？且慢，唐天使，误会，都是一场误会。我刚刚并未想偷你东西，我只想看看这个神奇的宝贝它怎么个神奇法。况且哪需要那么长时间教化我呀？最多3、5个月，我肯定能改好，痛改前非。果然此物离身，伤痕便会再生。你是中了什么毒啊？还是受了什么伤啊？这宝贝怎么能够治你的伤痕呢？我因受伤，导致魂魄不稳，偶尔夜间，魂魄会脱离肉身。曾有人告诉我，我并非我，只有找到4件神器，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。你到底是谁呀？你过去不会也是只妖怪吧？我说我是神仙，你信吗？切，你是神仙，那我还王母娘娘呢。治伤就治伤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我肩负着凌霄派的重任，师父、掌门都对我恩重如山。我只有活着，才能报答师门。你心怀天下有心怀师门，斩妖除魔还得寻找神器，寻找完神器你还得寻找你自己。累，我听着都替你累，真的。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，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多思无益。没想到，我有一日竟让你这个小妖来教我做人。切，小妖，看你这年龄，也就20出头吧，那就是个毛头小子。你别看我长得年轻貌美，可是我的妖龄肯定比你大，妖生阅历呢，肯定也比你丰富。听姐姐一句劝，前途若梦行，来日随缘往。做人啊，就是不能苦了自己。该放过就要放过，不如你就放过我这只可爱的莲花精如何？还不是时候呢，你急什么呀？切！在这儿发什么脾气啊？拿一只小乌龟出气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小人，怪不得紫菱会睡在棺材里，有这种番规怪癖之人，竟然被我撞上了一个。我日后一定要在话本中加一个爱番规的反面角色。你不是做牛做马都要报答你的救命恩人吗？去吧，报答的时候到了。我们只是在演戏，入戏太深的话会走火入魔的哦。做戏要做全套嘛，
不然怎么能让人信以为真呢？是吧？颜淡。给我好好写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义兄的螃蟹让我来吧，你赶紧同大伙儿去吃饭。没事，给我吧，你也辛苦了。严大姑娘，你是客人，烧饭这种事，师弟们愿意麻烦你。作为大师兄，可不能这样无礼。我来吧。真没事儿。我来。严淡，唐周师兄先是对你英雄救美，然后又一路护送，朝夕相伴，你可否有对他芳心暗许啊？这绝不可能啊！这恩情跟爱情是两回事儿。是，义兄他法术确实高超，但他这人的性格一言难尽，相信你也懂的。你误会唐周师兄了，他和你的身世很像，却又比你更加惨一些，所以才造就了他如今外冷内热的性格。他怎么了？他身世有什么故事吗？说来听听。师兄他从小就是孤儿，年少时被他的师父带回凌霄派抚养，二人名为师徒，实际上亲如父子。可后来，他的师父被妖所害，全家无一幸免。从那以后，师兄就性情大变，他在他师父灵前发誓，荡尽天下妖邪，惩恶扬善，绝无宽纵。要以毕生之力守护凌霄派。他对妖的成见这么大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幸好我过去的事情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要是我也有这么悲惨的身世，只怕就不能过得这么无忧无虑了。严淡姑娘，其实我们凌霄派的弟子是可以混假的。唯独掌门要存天理，灭人欲，断情绝爱，为他人所不能为之事，行他人所不能及之道。我虽然是大师兄，却没有唐师弟刻苦，而且他天资颇高，所以门派上下皆知，他才是掌门的候选人。怪不得这一路上他不近女色，软硬不吃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当你们掌门可太辛苦了，明明是个凡人，却有着神仙的要求。守卫正道，难免牺牲嘛。好了，我的鸭汤好了，我先给掌门送去。大师兄，要不咱们先尝尝两个，再给英雄送过去。好啊。吃螃蟹要蘸点姜丝和醋，这样吃多了也不会伤身。大师兄真体贴，你跟唐周完全不像亲师兄弟。唐师弟心怀大志，而我易于方安便可。少了不是？我也是这样的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再来一个。你怪吓人的，在那儿。仗着自己以后会成为掌门，不跟女孩子打交道，就如此不知道怜香惜玉。莲花精来了凌霄派，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，不要蒙骗误导我的师兄弟们。谁蒙骗了？谁误导他们了？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我们妖精之腹，好不好？人家大师兄对我那是热情关切，我自然也要热情回应啊！难不成像你一样冷着一张脸，辜负别人的一片好意？亲近也有尺度问题啊。他们不知道你的身份，若误会了，你负不了责。说到尺度问题，
那我们之间这过于亲密的尺度问题，是不是要好好解决一下？过早，剥你的螃蟹吧。谁让你吃了？剔牙不行啊？不知道于墨这个时候在干嘛？我丢了这么久，想必他该急疯了。大师兄为你钓的鱼，怎么光看不吃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有一位好朋友，他的真身就是鱼。我跟他待久了，早就不吃鱼了。你离开师门，你会想念他们。我离开我朋友这么久了，我也很想他。而且他现在不知道我在哪儿，一定很担心跟牵挂我。你不是花精吗？哪来的鱼朋友啊？你别想着逃跑了，吃完这顿饭，把外面晒的书都给我拿回来。忘恩负义的小人！既然呢，你说我忘恩负义，那你也别指望我放你出去。帝君，小仙先行告退。帝尊，你既已自罚，诸罪皆轻，回自己宫中便是，为何还要来此处啊？帝尊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怎会伤了仙灵？并无大碍。为了一个仙子，违逆天规，还伤重如此，值吗？帝尊，我之所以受伤，是在叶忘川遭遇了伏击。以你的仙力，不至于伤成这样。是谁动的手？我从冥王口中得知仙魔大战的线索，与天史记载不同。当时我正于调查此事的时候，突然遭到了神秘人的袭击。冥王也被灭了口。如今我想下凡彻查此事，还望帝尊准许。仙魔大战，乃是3界的重事，死伤众多呀。若有内情，必须彻查。你想怎么做？大战之后，部分魔族残余混入了凡间，我想下界去查探一番。不过，此事时过境迁。若是公然翻查，会引起流言蜚语，有损3界的太平。这一层，你想到过没有？帝尊，请放心，我会以下界罹难为由，暗中查探。也好，我便昭告天界，东极清离应渊帝君违反天规，在进仙大典之后被贬下界罹难。我会保留你的记忆。还有仙力，以便你在凡间行事。谢帝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即便是在凡界，也要遵守天规。我会差人给你安排一个断情绝爱、便于修行的命格，以便你心无旁骛，事半功倍。应渊明白。这是何物？为何能化腐重生啊？此宝物为一眼。一眼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2次大恩无以回报。你我既然如此有缘，
择日不如撞日，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一结金兰，如何？方才你也救了我一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，我有要事缠身，先行一步。哎，拜见山主。百灵带羽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花精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。此为何意？野兰山向来以妖力的高低来推举山主。之前，裘西仗着这片疗愈万伤、滋补妖力的温泉宝地，横霸山境，自立为王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今日你杀了他，那自然证明你的妖力远在他之上，所以，你就是我们的山主。我非山境之人，无力做山境之主。那有何关系？自从裘西当了山主，众多妖族流离在外，无家可归，英雄不问出处。是你替我们铲除了山境的大害。这些人都是自愿跟随你的，请你不要推脱了。方才看见你有仇家。耶兰山地势隐蔽，万妖聚集，你若躲避在此，那些人定不敢追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此次下凡，是来寻一个人的，此事非常重要，一刻不能耽搁。那便更要留下了啊！耶兰山的妖族手眼通天，你要做了山主啊，万千妖族听你号令，别说是找一个人了，就算是找一根草，找一粒沙，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。如果想让我留下来也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答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子林。诸位，我能在此地，皆因子林冒死相救。大家能够安然活着，也是因为子林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。诸位，大家都说，诛裘西者，便可成为山境之王。我认为这王位，应该我二人同坐。这。哎，往后山境之事，你主外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？甚好，甚好。只是还不知道内人姓甚名谁。内人？哦，于墨。都听到了吗？还不参拜于墨山主？拜见二位山主。恭拜二位山主。诸位快快请起。从今日起，你我皆是家人，在山境之中，无需行此重礼。海灵，从今日起，你作为山境之中的内务总管，若有伤者，皆可到此温泉疗伤。具体事宜由你来安排。承蒙山主信任，百灵定当尽心竭力。现如今，山境已平，各族皆派小妖下山通报，召流落众妖重返家园。若在下山路上遇到凡人，切莫伤害。我为山境之主，善妖，我定助其安居乐业；如果遇恶妖祸害凡间，我定严惩不贷。是。
帝君。颜淡在天界时，最期盼的便是姐姐晋升仙界，所以我来是替她实现心愿。听闻帝君前几日又一次自伐下界，颜淡是不是已经渡过忘川了？他可安好？往年他一心为你，而你却全然辜负，然后因假名册让他备受苦楚，现下关切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殷元君如此神色，难道他晚了一步，颜淡已经灰飞烟灭了？如今众人皆以为只惜仙子欢心救人，升仙境界，而其胞妹顽劣不堪，毒害仙子，终是恶果。如今你得偿所愿，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。只惜仙子，祝你日后步步高升，前程似锦。知悉，谢帝君赐福。这满天星光，再也无人与我共赏。我怎么在天上飞啊？救命啊！娘子，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好。救命啊！妖怪，说的是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会落到这里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他就在里面，快抓住他！不知裴世子光临，多有怠慢，平时都请不到您呐。今日犬子婚宴，不成想裴世子竟肯赏脸呐。原来世子是来给绛尘姑娘捧场，世子好眼光啊！绛尘姑娘的戏
乃难度一绝啊！啊！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娘子，昔日一别，我好生想念啊！江湖救急，帮我一把。离家10载，夜半发梦，皆为旧忆。犹记雾帘烟波晨光鬓，相逢时正年少。非绪乱，薄酒寒，奈若何？多情应笑我，又谁知此夜登高楼？是他，上！今夕彻午，辗转归来，与卿重聚，设功名，管路车，比鸾凰。更有恶人阻拦，不与良人分离。得求比目何辞死？愿做鸳鸯不羡仙。安都王世子在此看戏，谁敢惊扰？都给我滚开！此戏着实不错。哈哈。你方才唱的戏文，优美感人，哪里听来的？我自己编的。你倒是对写戏颇有才华，可想留在梨园，与我一同书写画本，演绎动人戏折？也不是不可以啦。我们先留在梨园作伴，互相照拂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白漂亮。白漂亮。快点儿！昨夜可是你当值。昨夜阁中失窃，先前冥王进贡的法器极阴符不见了，你可知？说话。不知。昨日你整夜守在此处，怎会不知？难不成又是坚守自盗？你进了个仙阶，果然派头十足，连掌事的话都敢不答了。你身为妙法阁副掌事，看顾不好阁中法器，该当何罪？芷溪铸下大错，害死了妹妹，已无心管阁，何罪何错？掌事降罚便是。降罚？那我可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偏要留着你，让你永远记住，你有今日，都是他用命换来的。
妙法阁听令。清离应渊帝君即将下凡，请妙法阁速速备好御身法器，以供其用。帝君为何突然要下凡？帝君忤逆帝尊，触犯天规，帝尊亲令，罚帝君自八苦池下凡历难。此事暂且搁置，所有工人先为帝君准备用物。是。没用的东西！哼！帝君，帝君，这些年您在衍虚天宫对我等多有照拂。如今您被罚下凡，我等绝不能坐视不管。这些宝物，您在凡间一定能够用得到，请您收下吧。帝君，凡界凶险未知，妙法阁精心挑选了几件法器，请帝君佩戴御身。我不收任何物件，请回吧。帝君。不知帝君可愿收下这个？陆明奉帝尊之命，来送帝君一程。此乃瑶池莲种，到时种在凡界，必定美不胜收。愿此美景能让帝君身处凡界，心有慰藉。好，我收下了。帝君，你如此不顾我们心血，却只对此物这般亲待，难道是另有寓意？帝君若不解释清楚，恐怕叫我等寒心。你作何感受，本君并不在乎。不叨扰帝君了。多谢帝君出手相救，不知颜淡可还安好？他已经去往凡间，因为强行抹去了他的记忆，只能做一只妖了。妖？我妖也好，寿数绵长，想必他应当能更加快活自在。只是没有想到，我如今也要去了。若是能与他重逢，待我返回天界之时，定会告知你他的近况。多谢帝君。凡人乃肉体凡胎，承受不住上神之力，天界之人下凡历难，皆会生出天蚕仙衣，包裹仙灵，以免肉身爆裂。所以，帝君一定要保护好仙衣，更要保护好颜淡。我明白。凡间历难，须经人生八苦，望帝君保重。
与他在忘川所里相比，我真是轻如微末。恭送帝君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，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给我把苦那一位，都应战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成灰，山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居天规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一归。水千江醉，为轻狂，为恩义奉陪。辨人生贵美，无我亦无畏，着尘夫慈悲。哪怕一字有去无回，葬我真心与红尘同美。做了山主就是不一样，看着山境景色都比平日要好。哎，停！哎，干嘛呀？干嘛？不就叫你做个山主，你至于吗？你要是死了，我一个人统领山境有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一中辞去，罢了。放开！不放！我不会自寻短见，安安稳稳做你的山主，行吗？我腕上印记，是我所寻之人留下的。我刚才是用法术，让我的骨血与他的灵力合二为一，便能唤出鱼儿。鱼儿会随着他的气息顺水流去，去寻找他的踪迹。天下之大，你这得放多少血才能找到他呀？你这么个自虐的做法，我可不赞同。我们还是想其他办法吧。只要能找到他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这么深情，你要找的人，怕是个女妖吧？
这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是吧？难道我这两天干活干累了？哦，天哪！大好年华，一个妙龄女子，冒名失忆就算了，我不能变成丑八怪啊！我。粉色印记的鱼，难道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哀嚎，给了我一个药引子？哈，都说以形补形，没想到吃了这个美鱼还真能恢复美貌。哼哼哼，不行，我得再逮几条。这老头干嘛拿木剑刺我？难道这鱼是他养的？这位大，还是跑吧。南都百姓众多，这小妖乱施妖力，恐怕会惊扰了凡人。不是吧？一条鱼而已，只有这么久，什么冤什么仇啊！这小妖，妖力不济，脑子倒挺灵光。芷溪仙子啊，今年各宫的法器更换，竟是由你负责。银灯仙子即将升任帝尊的掌事女官，事务繁多，因而阁中琐事暂由我代劳。如此说来，他若一走，那你就要成为妙法阁的掌事了吧？妙法阁近100年来无新人进出，也是时候该交替一批了。是啊，到时候了。帝尊，诸位仙家，我乃妙法阁掌事银灯。仙家法器200年一更换，旧物焚烧、新物调备等事宜，往日皆是由我负责。如今银灯即将离开妙法阁，下任掌事仙资尚浅，银灯担心其办事不力，特在卸任前为众仙家提前准备好了新制法器。银灯仙子有心了。此物甚是精美，是何法器啊？回帝尊，这是我为应渊帝君提前备好的法器，他下凡历难，来日回宫便可直接佩戴。好，不枉你在衍虚天宫伺候一场。呈上来。
这条腰带为何如此香气四溢啊？此乃我特调的破罗香，可以醒神聚灵，有益于仙体恢复。你这巧思啊！不对，这腰带怎么少了一枚玉钩？这也许是银灯疏漏了什么，请帝尊恕罪。帝尊，银灯长侍向来关心帝君，行事周密，他绝不会犯此等错误。这玉钩，怕是被人偷走了。此话怎讲？帝尊有所不知，此前妙法阁中便有法器丢失了，只是长侍担心会引起天界混乱，才没有上报。而如今又发生此等之事，想必是有贼人盯上了妙法阁，还请帝尊明察。帝尊日理万机，此等小事，阁内自行解决便可，不敢劳烦帝尊。银灯仙子为妙法阁劳形苦心，离阁之际，若是因为这奸贼错蒙粗制法器之冤，反倒显得天界不公。帝尊，若九重天上真有奸人，理当查清。两位仙子，请在此等候。长侍不是一直想抓到偷极阴符的贼人吗？如今有天兵帮忙查探，长侍应当开心才是。为何如此忧虑？莫不是长侍担心天兵会找到什么不该找到的？这腰带是你动的手脚。长侍平日里私藏了那么多帝君的器物，我不过是上行下效，有样学样罢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倒是想问问长侍想要做什么。破罗香由丁子、鱼蜜等原料制成，的确有修养仙身的功效。可若是每件都增加分量，再配上几味药材重新调制，便会制成魅惑人心的天界禁香——魅蛊香。纵使你查到又如何？我尚未加入那几味药材，你定不了我的罪。长侍不加，我难道不能加吗？走。银灯仙子，你私用定香魅蛊香，企图诱惑帝君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还有何话可说？大伙儿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欢喜戏班新戏《梨园会》
今日首演，感谢诸位多多捧场，感谢诸位多多捧场。咱们进去看看。王公子，里面请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感谢诸位多多捧场。好，好，妙啊！今儿这戏着实不错，我觉得呀，是欢喜戏班演过最好的了。是啊，不知是哪位话本大家所写啊？这是我写的，我写的。走，放开我！偷盗帝君玉钩，私用天界静香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冤枉的？走！放开我！参见妙法阁掌事。我来送送他，还请各位仙友行个方便。你谋划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今日进仙登位吧？你可真是个心思阴沉的小人。昔年仙籍官勾结权势，伪造叶望川名录之罪，现已查明，被判49道雷刑鞭。他在行刑撤职前写下的最后一个仙籍变更，便是你日后的归属。八苦池，水清为修仙园，雾禅心以利难，水浊为容仙骨，化凡人之刑罚。帝尊现已下旨，削去你的仙籍，抹除你的仙意，打落凡间，永不为仙。帝君只是下凡历难，总有回宫之日，而你却再也回不来了，只能在凡间承受着肉身凡胎之苦。输了，便是输了，任凭你处置。我不后悔。无论如何处置你，颜淡都再也回不来了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锁一丹。我要让你带着仙子的记忆，在凡间屈辱度日。敢问自命不凡的银灯仙子，这应该比让你死了还痛苦吧？我要把你加诸在颜淡身上的痛苦，100倍、1000倍的还给你。出来吧。颜淡，姐姐做到了，姐姐替你报仇了。
原来，你昨日找我，让我在银灯成交法器时帮你说几句话，是这个用意。其实严旦，他没有死。我先前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还在生你的气。帝君救下了他，送去了凡界。严丹，他变成凡人了。严丹被帝君强行送出了夜望川，仙灵虽散，却可化为妖元。现在，应当是个自由自在的花妖了。严丹曾和我说，因为你是他最亲的人，所以他无法原谅你。但他始终希望你能够摆脱心魔，而你在他心中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强者。芷溪，以后好好度日吧。严旦，他由始至终都希望你能够开怀畅快的生活，好吗？怎么这般愁眉不展的？离宴会连演10场了，场场爆满。班主让我留下来，让我努力写下一部戏。啊，我呢，虽然不知道我是从何而来，可是我深知我以后的目标。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写戏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名扬四海，成为第一话本大家。虽然我现在雄心壮志，可是我此刻文思枯竭。我什么也想不出来，不知道我要写什么。你这戏写的虽好，但这戏中的人物情感却很生硬。梨园会之所以能打动人心，正是因为它是原型经历所致。你年纪尚轻，未经世事，不懂人性的复杂艰深，没有亲身经验，自然写不好这戏本。将臣，那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做吗？这人世间的情感曲折多变，难以言说，唯有切身体会，方能品悟。旁人是教不来的，你须得行遍四海，历经尘世，体验人间五毒、六忘、七情八苦，方能见众生，见自己，领略到真正的爱恨离愁。唯有这般，你才能写出打动他人、刻骨铭心的故事。五毒、六忘、七情、八苦。走。按照山主吩咐，已将此前为囚妻所驱逐欺压的部族一一收拢，按各部族人口划定地界，分拨10两。众妖族皆心悦诚服，唯有虎族因部族向来强势，为众妖之首，想多分些地皮。山主您看？我看行。依我之见，现如今野兰山山主已改，山规已变，不以强弱划分地皮10两，为的是整治恃强凌弱之风。你告诉虎族，他如有任何不满，便可提刀来见。若能胜过我和紫菱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他的要求我便悉听尊便。
于墨说的没错，现在想着要地，当时杀裘西的时候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是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无论是羽族，还是山主您亲自送出的水族，至今都还未有消息。山主寻人心切，能否提供多一点的信息？例如那女子的外貌、特征、年龄什么的。贪吃，一口气便可以吃一只鸡。义气，无论朋友遇到什么事情，只要是朋友的事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冲过去。虽然灵力不行，自恋，但是这都是以前的他。他与我的印记还闪亮着，必然活着出了忘川。可如今，他是化身为人，下凡为妖，还是重修仙态，无从得知。会否他已变换了容貌，亦或是化作了花鸟鱼虫，雨雪丰收？子林，我下山一趟。什么？于墨，现在山境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，你要走了我怎么办？羽族100人几日便可找遍凡界，水族4通8达，5湖4海几日也能找遍。再怎么样，也比你一个人找得快吧？可是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，他依旧是杳无音信。这世上，唯有我，无论他身形怎么改变，面容如何变换，一眼便可认出他来。流云不解斜阳卷，老爹不解丹蜀愁。哎，人家戏文里可不是这么写的。我在凡界练练功法，看看戏，本来过得好好的，谁叫你非把我拽到这深山老林里？你参见山主，狼族族长元丹得山主厚待，特来谢恩。不必，你可否把刚才的戏文再读上一遍？既然你喜欢练功法，那这把短刀想来适合你。流云不知斜阳卷，高楼不解流水愁。猿声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你也喜欢看戏吗？西风眠，弦歌断，流云不知斜阳卷。高楼不解流水愁，猿声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斜阳照耀着世间，只因为世间是他所爱，哪怕不被任何人了解，亦无怨无悔。雨墨，今日便让这玄心崖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仙君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雨墨的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但是我愿意把山境之内所有法器全部给你，你能否告诉我你在何处听闻的？哦，山主，这出戏叫梨园会，是出新戏，在凡间红火得很，许多戏班子都登台翻唱了。早就说过要做6界第1话本大家，没想到如今亦是如此。他若在等我，我就算寻遍世间所有戏班，又有何难？江澄姑娘，裴世子他人呢？我今天一直在等他。世子今天科技复发，呕血不止，无力下床。
我去看看他。不必了，所有大夫都瞧过了，都说哪怕穷尽毕生医术，天下奇珍，也活不过半个月了。世子让我带话给你，天意难违，满腹深情，只能辜负。忘了他吧。王公子，请你自重。来吧，放开我！王公子，请你自重。绛尘姑娘好大的架子，那裴洛已经昏迷不醒了，她消受不了这等艳福，我王某来替她消受。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自重！起来！没事吧？妖怪！妖怪！说我是妖怪，我看你是色鬼！这就倒了，太弱了吧？你不知道自己是妖吗？竟然在凡人面前使用妖力，如果他们把捉妖师请来，可怎么办呀？绛尘，你别听他乱说，我不是妖怪，我刚刚就轻轻一打他，他自己就这样了，我都没使劲儿。这是什么？我自然也是妖，我是昙花精，为了隐藏身份，一直不敢使用妖力。若非同族，当初我又为何要救你？我是妖，你也是妖，怪不得班主每每问起你的来历，你都瞎话连篇。我以为是别有隐情，没想到你真的对自己一无所知。你体内阴寒极重，因而身带青斑，灵力虚弱，毫无妖气，着实古怪。这消息来得太震惊了，我得缓一缓。不过我身为人的时候，这个青斑就治不好，那我是妖，这个青斑也治不好，那当妖也没什么意思嘛，依旧还是个丑八怪。那你也是个行侠仗义的丑八怪。不过这个王公子被你的妖法所伤，估计跟太监也没区别了。这南都妙龄女子的心腹之患，就这么被你给除了？那我还挺厉害的。待他醒来，必要发难。你还是速速逃走吧。这个你拿着，出了城一路向西，到花隐山山林找花精族族长，他见到此物会给我留个情面，会收留你的。那你怎么办啊？你跟我一起走吧，不然他醒了你该怎么办？裴洛在哪儿，我便在哪儿。他病重，时日不多了。我妖力微弱，救不了他。若有一日他去了，碧落黄泉，我们总会再见的。人性复杂多变，情之一字，实难参悟。你妖龄尚浅，还不懂这些，终有一日你会明白的。快快去吧。绛尘，你是我在凡间第一个好朋友，我会想你的。今朝别后，我希望我会走遍四海，像你说的那样，品悟凡间的五毒六妄、七情八苦，希望可以明白什么是爱恨情仇。若是有一日，我可以写出刻骨铭心的戏版。什么若是？你一定可以的。到时候无论何时何地是何境遇，我都一定赶到，替你演这出好戏。哎呀，这一大早的马叫得这么厉害。行了，别担心了。我们虽然找了10几个戏班，人是没找到，但都说梨园会这出戏啊，是从南都的欢喜戏班流出来的。进了南都，定有收获。
我去看看，是不是这店家没喂粮草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来来来，放心啊，放心啊，我不是什么马贩子，我只是江湖救急，麻烦你拔腿相助，一会儿这路上就麻烦你，你就辛苦了啊！哎，偷马贼！嚯，臭八怪，连我的马都敢偷！你才丑八怪呢，你全家都是丑八怪！你。人妖殊途，我们是来找人的，不必惹事。回去吧，明日再买一匹便是了。他刚施了法，他有法力的。可是我还是好紧张啊，怎么办啊？不用担心，芊芊，你一定可以的，驻唱发挥就行了。食人花精芊芊入店，快去吧，加油啊！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来的不少啊。哎，那个花精族族长在店中吗？我是朋友介绍来的。这么多花精候着，谁都是靠关系过来的。就你这模样，选不上的。哦，现在入妖级也要看脸了吗？停！我是要给山主送美人儿，不是给他除虫。你这才艺啊，还不如没有呢。族长莫愁，这美人虽差强人意些，可是我们还有花族至宝眼碧丹呢。这眼碧丹由百花凝练而成，可以凝聚妖力，去除阴邪，还有美容养颜之效。若是把这美人和眼碧丹一同送去，新山主一定会感受到我们花精一族的诚心的。驱除阴邪，美容养颜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下一个，我，族长，我，族长，我是莲花精白漂亮，将臣引荐我来的。你这，老天爷是要灭我花精族啊！算了，这选美啊，我看就选到这儿了。哎，族长，您不能以貌取人啊！我给山主选美妾，我不以貌取人，我以什么取人呢？哎，我有才艺。才艺啊！当里个当，当里个当，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。禀族长，漂亮我本在南都的城边儿，我隐姓埋名在戏班儿。我为求讨生活，写戏又唱念。天师追上门，毁我容貌打我脸，此仇此恨不共戴天。听闻山主威名显，妖力无穷保家园，万里迢迢来到天，只求族长可怜见。我铁血忠心愿奉献，愿奉献。好，这个故事惨绝人寰，你这个才艺嘛也有点意思。哎呀，看来你一心想要投奔山主，我要是做个顺水人情也无所谓。不过，你要当不了姬妾，你可愿意啊？只要能在山主大人身边伺候，刀山火海在所不辞。我们花精族有2个至宝，一个是眼碧丹，2便是紫藤啊。你呢，以后便是紫藤的陪嫁丫鬟。等着我们紫藤成了山主夫人，你呢就写写戏文，唱唱小曲儿，给他们夫妇2人增加一点快乐啊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跟着我，以后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便有你一口粥喝。紫藤姑娘的胃口还真是好啊。
爷爷，那这一口粥可能会撑死我。噗噗。哎，这紫藤姑娘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紫藤是族长唯一的孙女，我们得到的内幕消息啊，是新山主喜欢贪吃的女孩。哼，这山主的喜好还真是别具格啊！紫藤姑娘必定能够夺魁的。紫藤啊，今天那些美人，哪一个能跟你相比呀？紫藤，以后我们花京族的未来就交到你身上了。爷爷放心，上天赐我如此的美梦，这一切都是我该肩负的责任。爷爷，但愿山主大人对紫藤姑娘一见钟情，如胶似漆，让我顺顺利利的偷到眼皮丹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你们花京族又会唱戏又会跳舞的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哎，要不然跟我回夜兰山，你来唱，我来听。子陵，不要多言。见过二位山主。将臣违背耶兰山山规，到戏班唱戏是另有苦衷，并未扰乱凡间。不知二位山主为何而来？姑娘不必害怕，我此行前来，是为了私事。子陵，你先出去。我有些事情要聊。真是的。有了女儿忘了兄弟。得，我在门口给你们把风。写此檄文的女子，她身在何处？山主来晚一步，他昨夜打伤贵州王公子，露出妖力，已然逃之夭夭。我已经问过班主了，可是他支支吾吾，不肯直言。但其中曲折，一想便知。我与这名女子相识已久，而且对她的一言一行，可谓是了如指掌。必然是那个王公子对你欲行不轨，在此时他出手相救，才酿成大错。想必你也为他留好了去处，不然戏班不会今日才通报官府。你是他什么人？他是我此事最最在意之人，我一直在找他。既然他如此重要，如若我帮山主大人找到这位意中人，山主大人要如何谢我？凡我所有，皆可奉上。但是，如有虚言的话，他是莲花精，没有了记忆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妖，没有来历，亦没有依靠。他体带阴寒，浑身遍布青斑，妖力孱弱至极，不懂得修炼，也不会治愈之术。若无人照拂，早晚会有性命之忧。将臣早已视他为好友，才收留照料。此番斗胆开口要谢礼，并非因利起意，只因爱而不得，凡间至苦。将臣愿帮山主大人找寻爱侣，也望山主大人可以助将臣救回爱人性命。喂，这怎么了你？像伤了元气一样，这么虚啊！无妨，我要去一趟花隐山林，你不必跟着我，我去便回。哎，这么急呀？帝亲啊？但愿如此吧。哎，真没事啊？没事。
此一眼，灵力浑厚，可救命悬一线之人。但是此物并非凡间之物，切勿因它助长了裴洛的贪念，对你二人是祸非福，也会祸乱凡间。你可以给他将此物服下，但是切莫教他妖法，让他滥用此物。待20年之后，他阳寿将尽之时，我会将此一言取回。山主和将臣是一样的，爱一个人，便护他一世周全安乐，不计代价，不思后果。他多快乐一日，我便多快乐一日。哪怕终有一日会失去，但心头无憾。若此生我能找到他，定会带他享遍世间喜乐，绝不放手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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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半生病痛纠缠，今日终要尽了。纵是缠肉，仍难逃手足残杀。若有来生，定要将此耻辱加倍奉还。将臣，裴洛，你杀了他们，一事无用，我命不久矣。你又何苦赶来，徒增伤心？我说过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我亦说过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这是我炼出的神丹，服下一粒，百病皆愈。日后，你可以尽情去做你想做的事了。然花界一日，凡间数年，三界重分之后，人妖共存一界，
恶妖扰民作乱之事不绝如缕，凡人唯有仰赖修习道法的天师斩妖除佞，护卫安宁。为天师者，虽为凡人之躯，却负仙者之责，苦修术法于内，挥剑行侠于外。芸道门法派之中，属北境凌霄派为各门之最。然凌霄一门隐于崇山峻岭之中，专注修持，显入红尘，行踪隐秘。世人闻其名者众，得逢会其面者却少之又少。紫藤姑娘腹泻，一时半会儿上不了路了。这再耽误下去，误了吉时，我怎么跟2位山主交代呀？是啊。哎，族长，你看啊，这放贡品的马车上好像有很多丹药，要不然我去找找，看有什么法子。好好，快去快去！哎。撤！眼壁丹，快让开！我赶路。我的贡品！哎呀！哎，哪个不长眼的？抓了人也不赔罪！手滑，手滑，手滑！手滑，还不赶紧给紫藤送药去？告诉他半个时辰我们就出发了。是，快去快去！哎。哎呦，我的贡品呐！山主大人，野兰山境易主后，投奔花隐山林以寻庇护的花精不少。山林里所有的莲花精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不过没有找到你所说的身带青斑的。其他的花精，你有中意的吗？比如食人花。难道严旦根本没来花精族？还是江辰所说都是谎话？如若他不在这儿，天大地大，我要到哪儿去找他？